竟然无人能够征服，连战海川前辈也是不行吗？楚风问道。哪怕战海川大人也是未能征服那远古战舰。战灵童说道。任凭是楚风也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那战海川可是近几万年来百炼凡界公认的最强者，哪怕是凯红大师也曾统治过百炼凡界，可在世人心中的地位也是不如那战海川。由此可见，战海川的强大绝非浪得虚名。然而那名为远古战舰的秘籍竟然连战海川也无法征服，那更是说明了这个秘籍的厉害。楚风，机会来了，既然这个秘籍无人征服，那你去征服可好？女王大人很是兴奋地说道，就如同又发现了一件宝贝一般。我的女王大人，那可是远古战族之物，只怕我想要，远古战族也不会让吧？楚风说道。他们不让，你抢来便是。女王大人说道。对于此话，楚风只是笑了笑，没有真正的回答。淡淡的性格楚风再了解，不过只要对楚风有利就行，其他人的死活淡淡全然不在乎。但是楚风与远古战族无冤无仇，自然不会无缘无故的抢人家的东西。尽管听闻那远古战舰的厉害，楚风也是动了心，可他也绝对不会因此就强行抢夺远古战族的秘籍，那不是楚风的行事风格。兄弟，我真的很好奇，你远古战族到底是何来头？楚风开口问道。事到如今，楚风几乎可以确定，远古战族绝对很不简单，怕是大有来头。大哥，我不瞒你，我远古战族其实很强，传自远古之时，一直延续至今。战灵童说道。这么说来，你们知道关于远古时期的事？楚风追问道。远古之时到底发生过什么？那可是楚风最好奇的一件事情。然而对于这个问题，战灵童却是摇了摇头道，我们只是远古战族的一个分支，对于远古战族的事情，就连我们自身都不是很了解。你也应该看得出来，我们是被困在这里了。原来如此，楚风知道了，如同他所猜测的一样，远古战族的确很强，也许那是一个屹立浩瀚星空中的庞然大物，哪怕是他的家族楚氏天族，也要望尘莫及的存在。而至于此处的远古战族，怕是与楚风现在的情况相差不多，有家不能归，并且多半都没有得到家族的真传，否则他们又怎么会这么弱小？大哥，百炼凡界强者多吗？战灵童说道。你不是不相信我是来自百炼凡界的吗？楚风笑着说道。之前是我有眼无珠了，但是你的实力我看到了，这战族古域除了我远古战族的族人，不可能还有人族之人拥有你这样的修为，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是来自百炼凡界。战灵童说道。看来你还不蠢。楚风笑了笑，随后楚风便与战灵童说了一些关于他以及百炼凡界的事情，当然这其中自然少不了战海川在百炼凡界的种种英雄事迹，而听到自己的前辈在高手如云的百炼凡界也能无一败绩，战灵童更是激动不已。二人虽然闲聊不断，可是楚风的速度可并未放慢。很快的，楚风便来到了战灵童爱人所居住的地方，这里果然已经被远古妖族占据，修为在5地以上的人都被抓到了矿区去做奴隶，剩下的都是一群老弱病残。不过好在战灵童的爱人还在，并且安然无恙。楚风在与战灵童商量后，当即决定将这些人全部带走，随后又返回矿山之内，将矿山内的人一同带走。而一路走来，凡是遇到受苦之人，战灵童也都会请求楚风将他们一起带走。眨眼间，楚风与战灵童的身后就有了数万之人，两个人不算什么，可是数万人浩浩荡荡的在天空飞行，就如同一大片乌云，实在太过扎眼。为了不引起妖族注意，楚风不得不使用隐藏结界将他们隐藏起来，所以虽然他们人数众多，可是表面来看便只有3个人。至于那第3个，自然便是战灵童的爱人。战灵童千辛万苦才和爱人相聚，如今难舍难分，死死地抓住人家小姑娘的手，这小子也太色了吧，看把人家姑娘的手都捏红了。果然女王大人看不下去了，在楚风的耳边不停地批评战灵童这种秀恩爱的行为。不过对于这种情况，楚风却能够理解，若是自己现在看到紫菱、苏柔、苏美他们，估计也会与战灵童差不多吧。而一番赶路之后，楚风终于看到了远古战族的领地，那是一片辽阔的土地，也是远古战族最后的防线。通过天眼，楚风能够看见那片辽阔到无边无际的土地，其实已经被一座隐藏的大阵隔绝了。简单的说，有一道肉眼看不见的墙横在天地之间，除非有特殊的钥匙，否则是过不去的。而这把钥匙刚好战灵童有，战灵童将钥匙握在手中，便带着众人穿过了那重防御大阵。然而很快的，便有一大队人马浩浩荡荡的出现在天际之上，很快便拦在了战灵童与楚风的身前。这些人身穿整齐的盔甲，手握一样的兵刃，乃是远古战族的人马。为首的是一名中年模样的男子，但在楚风看来，他起码已经活了几百年的岁月。至于他的修为，乃是一位7品半祖。战灵童，你去哪了？为首的那位男子看到战灵童后，没有喜色，反而大怒。姐夫，我出去找月儿了。战灵童拉着自己的爱人说道。可能正因为非常清楚自己的族人不同意他和李月儿在一起，所以此刻战灵童说话很没底气。为了这个贱女人，你就跑出去？你知道你害了多少人吗？战灵童的姐夫很是愤怒的说道。我不确定你与战灵童是什么关系，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男人，请你学会尊重女人。楚风看不下去，站到了战灵童的身前，指着其姐夫说道。你又是谁？战灵童的姐夫很是不悦地瞪了楚风一眼，这目光中有不屑，有轻蔑，也有愤怒，更有威胁。我是谁不重要，但是我请你说话放尊重一点。楚风说道。大胆刁民，竟敢这样与我说话，你知道我是谁吗？战灵童姐夫很是不悦地吼道，且在其说话之间竟然散发出威压，不断地冲击楚风。然而令他意外的是，在他堂堂7品半祖的威压冲击下，楚风竟然神色不变，面容不改，这让他也是目光一动，眼中露出吃惊之色。怎么想动手？7品半祖
好是威风啊！楚风讽刺的一笑，随后说道：“你有如此本事，为何不去收拾远古妖族之人？为何不去收回你们丢失的领地，反而在这里逞威风？依我看，你不是真的强势，而是一个只能欺软怕硬、只会窝里横的废物。”楚风只是一句话，就让战灵童的姐夫哑口无言，但是他的怒火却越来越重。猛然之间，他拔出了腰间的半程祖兵，指着楚风说道：“以下犯上，理当处斩。姐夫，不要这样，他可是我的救命恩人，若不是他，我恐怕就回不来了。”见状，战灵童拦在楚风身前，极力的劝阻，生怕二人动起手来。灵童，你刚刚说什么？你说被妖族之人抓了？听得此话，战灵童姐夫的目光顿时有所变化，原本的愤怒之色瞬间减少，取而代之的竟然是担忧。是啊，我不曾想远古妖族巡逻的那样紧密，不幸被他们抓到了矿山之中，做了奴隶。幸亏这位恩人救了我，否则我怕是要活活累死在矿山之中了。战灵童说道：“灵童啊，不是姐夫说你好歹是族长大人的亲生儿子，你就不能长点心吗？你说说，你为了一个平民百姓跑出去，若是真的出了三长两短，可怎么办？你姐姐为了救你，不顾族长大人和诸位长老反对，私自率领人马去找你了。你回来了，也许没事，可是你姐姐回来了，可是要受罚的。”提及此事，战灵童姐夫哀叹连连。这一刻，楚风与战灵童都知道为何他的姐夫如此动怒了，搞了半天是关心自己的老婆，这其实倒也情有可原。姐夫，我知道你担心姐姐，我也担心姐姐，不过姐姐的实力你清楚，她可是我远古战族第一天才，拥有9品半祖的修为，她一定会没事的。战灵童说道：“对于你姐姐的实力，我是放心的。”提及战灵童姐姐的修为，他的姐夫竟然露出了一抹得意。姐夫，我千辛万苦的才把月儿带回来，这次无论如何，我都要将他们带回族中，否则我宁愿不回到族内，也要和月儿待在一起。战灵童倒也聪明，见其姐夫心情好转，赶忙开口：“罢了，你这小子，我拿你也是没有办法。不过我只能放你们进去，是否让他留在族内，还要族长大人定夺。”其姐夫说道：“既然如此，那大家便都出来吧。”楚风说话之间，大袖一挥，其身后的空间便一阵蠕动，眨眼之间，数万人出现在了楚风的身后。这是什么情况？见此一幕，战灵童的姐夫以及远古战族的其他护卫皆是面色大变，目露惊讶之色。姐夫，他们也都是可怜之人，若放任不管，只会被远古妖族奴役。我们将他们一同收留吧。战灵童说道。不行，这绝对不行。战灵童的姐夫很是坚决地说道。为何不行？他们本是生活在远古战族的领土之中的，也就是远古战族的子民，子民有难，难道你们居然要袖手旁观？楚风看不下去，不由开口说道：“你懂什么？这里可是我远古战族居住的土地，这是一片圣土，寻常人不得入内。”战灵童的姐夫更是坚决地说道：“圣土，圣土就培养出了你们这样一群没心没肺却自命清高的东西。我虽然对远古战族并不了解，但我却知道你们这些后辈真是丢尽了远古战族的人。”楚风义正言辞地讽刺道：“你说什么？你有胆给我再说一遍？”战灵童的姐夫面露怒容，与此同时，他身后的护卫们竟然也纷纷亮出了兵器。显然楚风的这番话也是激怒了他们。楚风轻哼一声，这些人在楚风眼中就是一群废物，而在他看来，这种废物往往欺软怕硬，在这种人面前一定不能认怂，必须教训他们，只有教训了他们，他们才能敬你怕你。于是楚风与远古战族众人可谓是剑拔弩张，这可就急坏了战灵童大人，不好了！然而就在这时，忽然有阵阵呼喊自远方传来，很快的一道身影也是浮现而出，那是远古战族之人，并且修为不错，乃是一位6品半祖。然而此刻的他却是非常的虚弱，不仅身负多处刀伤，血肉翻腾，触目惊心，并且气息也是异常的卑微。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小林呢？小林呢？见到这位战灵童的姐夫以及众人顿时面露惊慌之色，纷纷迎了上去。大人，我们遇到了远古妖族的妖柳天，林大人他已经被妖柳天给抓住了，幸亏林公主使用至宝掩护，否则连我都无法活着逃回来。话到此处，这位6品半祖已是潸然泪下。什么？小林他竟然被妖柳天给抓住了？而听得此话，战灵童的姐夫顿时面如死灰。姐姐，他竟然被抓了！战灵童的表情也不比其姐夫好上多少。这一刻，不用他人说，楚风也是明白了，那个所谓的小灵应该就是战灵童的姐姐，只不过却不幸在寻找战灵童的途中被远古妖族的人给抓到了。大人，这可怎么办啊？那妖柳天可是一位1品无祖，无恶不作，并且贪好我人族的女色。林大人她那么美，被妖柳天给抓到，岂不是要……有人很是惶恐的说道：“闭嘴，不许你说这种话！”战灵童的姐夫愤怒的说道：“姐夫，那妖柳天的名声的确极差，此事不能耽搁，我们赶快去救姐姐吧。”战灵童说道：“那妖柳天是1品无祖，我们这些人就算都去了，也是送死。”战灵童的姐夫说道：“那难不成要置我姐姐的生死于不顾吗？她可是你的妻子啊！”战灵童说道：“你以为我不担心你姐姐吗？我比你们任何人都要担心，但这种时候也不能做无谓的牺牲。我这就返回族中，将此事转告族长大人。”战灵童姐夫说道：“可是这来得及吗？”战灵童说道：“来不及也没办法，这是唯一的办法。”此话说完，战灵童姐夫又对那位逃回来的人问道：“你可知道小灵与那妖柳天现在何处？”“我知道。”那位点头道：“走，随我去见族长大人。”战灵童姐夫抓住那人，就要向远古战族的深处方向行去。等一等！然而就在这时，楚风却是忽然开口：“要做什么？”战灵童的姐夫正是心火烦躁之际，见这种时候楚风还敢捣乱，顿时杀意弥漫。然而楚风却不理他，而是对那位逃回来的人问道：“
那个妖柳天所在的位置，可还有远古妖族的其他高手？没有，5祖级的高手就他一个，他应该是出来找女人的。那人说道：“带我过去。”楚风说道：“你说什么？”这一刻，在场的所有人都是神色大变。我说：“带我过去，我去把他救回来。”楚风说道：“你去救？你凭什么去救？”战灵童的姐夫质问道，眼中闪烁着浓烈的怒意。直到此刻，他对楚风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楚风轻笑一声，随后对其说道：“怎么，你没种去救你的女人，还不允许我去救？你竟然敢对我说这种话！”战灵童的姐夫气得咬牙切齿。身为一个男人，他感觉自尊受到了侮辱。你这个家伙肯定是妖族奸细，我非杀了你不可！忽然，战灵童的姐夫一声怒喝之下，便举起手中的半程祖兵，正对着楚风的头颅劈斩而去。他这一击不仅是要将楚风斩杀，更是要将楚风劈成2段。见到这一幕，战灵童顿时神色大变。毕竟他姐夫可是一位7品半祖，楚风虽强，能够轻易的击败6品半祖，可楚风到底是何修为，他至今并不清楚。而他姐夫的厉害，他却是知道的，否则他姐姐当年也不会看上他的姐夫。所以此刻他无法确定楚风能否安然的挡下这一击。至于远古战族之人，则是一个个的嘴角都洋溢起了幸灾乐祸的弧度。楚风来此后一直侮辱他们这些人，他们早就看不下去了。眼下战灵童的姐夫对楚风出手，正合他们心意。而在他们看来，楚风既不是远古战族之人，那就是一个寻常百姓。寻常百姓又岂能是战灵童姐夫的对手？所以他们觉得眼下楚风必死无疑。然而就在那半程祖兵即将劈中楚风的头顶之时，楚风便猛然举起手来，当的一声，火花纷飞，涟漪四射，将周围之人震得连连倒退。怎么会？当人们稳住身形，定目观望之后，众人目瞪口呆，因为楚风竟然用手掌硬生生的把那半程祖兵给挡了下来。他这还是人吗？众人心神难定，依旧震惊不已。那可是半程祖兵啊，而且是在7品半祖的手中。眼前这个家伙怎能徒手接下这把祖兵？他到底是具备着怎样的实力？不敢去和妖族之人斗，反而倒在这里与我逞起了威风。不好意思，你楚风爷爷，不惯你这种臭毛病。楚风此话说完，大袖猛然一挥，那战灵童的姐夫便如同稻草人一般，连着手中的兵器一同被楚风丢向了大地。强大的力道溅起了滚滚涟漪，在原本平正的地面上轰炸出了一个巨型的山谷。而战灵童的姐夫更是直入地底深处。由此可见，楚风这一击是多么的强烈。大人，见此一幕，远古战族的人都慌了，纷纷向那浓烟滚滚的山谷飞去，因为他们并不知道此刻他们的大人是死是活。毕竟楚风那一击看上去是那样的凶狠，就连战灵童也是惊呆了。他尽管早就见识过楚风的凶残，但没想到面对他的姐夫，楚风依然可以如此凶残。当然，那毕竟是他的姐夫，此刻他也是有些担心。别发呆，走，随我去救你姐姐。就在战灵童发愣的时候，楚风一把抓住了战灵童，随后只见一道劲风吹过，楚风便与战灵童消失不见了。一同消失的还有那位逃脱回来的战族之人。战灵童姐姐被俘的地方，其实距离远古战族最后的领地并不远。在那位逃脱之人的引路下，楚风与战灵童很快便来到了那个妖柳天所栖息的地方。那是一座大本营，金碧辉煌，很是气派。之前是远古战族的分部，没想到现在被远古妖族所占用，竟然选择藏在这里。我们该怎么找啊？战灵童急得眼泪都快掉了下来。虽然他们在楚风的秘籍之下，很快就来到了此处，可是对于这个远古战族的分部，他再了解不过。这里的每个建筑都被加持了结界，那结界不仅是防御结界，还有隔音结界、隔绝视线的结界，哪怕用特殊手段能够增强视力，也都无法穿透那些结界，根本就找不到他姐姐在哪。而那妖柳天又是出名的大色狼，垂涎于他姐姐战灵灵，早就不是1天2天。宝宝现在正准备对他姐姐施暴，稍微耽搁一会，他姐姐都可能清白不保。找到了。然而就在这时，楚风却是忽然开口，找到了。战灵童与那位负伤的战族之人皆是目露吃惊之色。你姐姐可是穿着银色战甲，一头黑发，扎着马尾辮，辫子上系着银色的头绳。楚风对战灵童问道：对，那就是我姐姐。战灵童连连点头，看向目光也是越发的吃惊。他本来之前有些怀疑，但听楚风这样一说，他可以确定楚风一定是发现了他的姐姐。你放心，你姐姐现在只是负了轻伤，但并无大碍。还有，她目前来说还是安全的，但那个妖族禽兽正欲图谋不轨，我若不出手，怕是你姐姐将清白不保。楚风说道：大人，求求您救救我们林大人吧。听到这里，那位战族之人扑通一声跪在半空之上，竟然对楚风叩头。不用你说，我也会救，只是你们2个不要插手，就在此处等我即可。楚风此话说完，眼中忽然雷芒闪烁，下一刻，楚风身后延伸出雷霆羽翼，身上浮现雷霆铠甲，他的修为瞬间从9品半祖提升到了2品5祖的地步。一把火焰升腾的岩浆帝君剑也是出现在了手中，随后手持岩浆帝君剑，身携铠甲和羽翼，如同捕捉猎物的神鹰一般，从空中下冲，跃向战灵童姐姐以及那妖柳天所在的方向。阵阵轰鸣不断响起，汹涌的涟漪更是冲向天际。然而这种情况只持续片刻，楚风便拔空而起，回到了战灵童的身前。此刻楚风不仅安然无恙，在他的身旁还多出了一个美丽的女子。这个女子正是战灵童的姐姐。眼下莫说战灵童与那位战族之人一脸呆滞，就连战灵童的姐姐也同样如此，因为她还没搞清楚状况，便发现已经被人救了出来。而这个人并不是他熟悉的亲人，而是一个如此英俊又陌生的男子。那是忽然战灵童目光大变，他惊愕地发现楚风的手中还提着一个头颅，那个头颅
竟是妖柳天的头颅，这说明楚风已经将妖柳天斩杀。可是妖柳天是何方神圣？那可是凶名赫赫的一品五祖，他远古战族，无数人都是不敢与其交手，哪怕同是一品五祖的长老，也未必能胜过妖柳天。然而楚风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将妖柳天斩杀，这叫他怎能不惊？大胆人族，竟敢擅闯我妖族领地！就在此时，远古妖族之人已经发现了楚风等人，大批的人马自四面八方向楚风围攻而来。这一刻，战灵童又下意识的心中一紧，毕竟妖柳天的这些手下也都非泛泛之辈。此刻我心情不好，不能留你们活路。就在此刻，楚风却是开口了。只见他手中的岩浆帝君剑横空一扫，刹那间火焰翻腾，岩浆涌现，那炙热的光芒焚烧天际，燃向八方。刹那间惨叫不断，哀嚎不止。那来自四面八方的上千名妖族大军已纷纷被火焰附体，随后暴体而亡，顷刻之间尽数被楚风斩杀。此刻，战灵童与那位战族之人已经目若呆鸡，彻底的愣在了那里。直到此刻，他们才真正的意识到眼前的这名男子是多么的恐怖。就连战灵童的姐姐看向楚风的目光之中也是充满了复杂的神色。若要解释，那是女子对男人的崇拜与爱慕，毕竟强大的男子女人皆爱。楚风大哥，我这辈子最终崇拜的就是战海川大人，但是我现在第二崇拜的人就是你。战灵童满眼崇拜的看着楚风说道。灵童，这位是战灵童的姐姐。战灵灵很是好奇的问道。他对楚风实在是充满了好奇，他真的很想知道究竟是什么人从妖柳天的手中救了他，并且还是那种关键的时刻。姐姐，这位是我楚风大哥，他可是不是一般人，他是来自百炼凡界的人。战灵童说道。百炼凡界，听得此话，莫说战灵童的姐姐，就连另外一位战族之人也是神色大变，面露惊讶之容。百炼凡界是什么地方？那可是这战族古域每个人都想进入的地方。然而对于他们来说，能够进入战族古域却是一种奢望。简而言之，这里的人想进入百炼凡界的心情，就如五之圣土之人想进入百炼凡界相差不多，都是一种奢望。恩公，您当真是来自百炼凡界？战灵灵的姐姐对楚风问道。虽然她仍有些不太相信，可是这句恩公就足以说明她对楚风充满了感激之情。不要用您来叫我吧，我还没那么老，叫我楚风就好了。楚风笑着说道。这战灵灵的年龄也有几百岁了，若要按照年龄排辈分，她可比楚风大得多。抱歉，是我失礼了，只是百炼凡界那样的地方，实在是。战灵灵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我知道这件事对你来说有些难以置信，但我并未骗你。此事我们回去路上再说吧，我怕回去晚了，那些难民就要受你丈夫了的苦了。楚风说道。我丈夫？难民？这是怎么回事？战灵灵目露不解之色。是这样的，姐姐，我在找月儿的时候，不小心被妖族之人抓到矿山之中，是楚风大哥救了我，但是我远古战族的百姓也都被困在矿山做了奴隶。当时他们祈求楚风大哥救他们，我看他们也实在可怜，就答应将他们带走。可当我们千辛万苦回到族中，姐夫却拦住我们不让我们进去，说那些百姓身份卑微，不配踏入我远古战族的领地。战灵童解释道。他真是越来越过分了，我非要与他理论一番不可。得知此事，战灵灵并没有偏袒夫君之意，反而面露怒色，率先向远古战族的方向飞掠而去。见状，楚风赶忙跟上，并且再度施展出青龙疾行术，毕竟由他来带路的话，速度会更快一些。此时，远古战族之内，战灵童的姐夫以及远古战族先前的那些人都还在，只不过那些人族之人，包括战灵童的爱人月儿，尽数被赶出了远古战族的领地之内，如同难民一般站在半空之上，进不得进，走又舍不得走，甚是可怜。那个混账，我一定要让他好看。此刻，战灵童的姐夫满面淤青，嘴角还挂着血迹，他这伤势自然是楚风造成的。其实像他们这个级别的修武者来说，这种皮外伤皆是小伤，他只要服用一些丹药便可以治愈，但他偏偏不，因为他就是要留着这些伤势。大人，我们已经派人去请族长大人了，相信族长大人很快就会过来了。有人说道。战灵童的姐夫点了点头，眼中闪烁着别样的诡异之色。战却止，怎么回事？灵灵与灵童他们现在何处？到底发生了什么？忽然间，一声刺耳的声凭空炸响，与此同时，一道身影也是凭空而现，出现在了众人身前。这是一位老者，身穿金袍，头戴发冠，一双剑眉，不怒自威，浑身上下都散发着王者的气度，并且他还具备着四品五祖的强大气息。而这位自然便是远古战族当今的族长战灵灵以及战灵童的亲生父亲。这位族长大人知道自己的女儿被远古妖族的大色魔给抓走，并且听说他的儿子战灵童还被妖族奸细抓走了，他顿时心急如焚，那可都是他的心头肉啊！拜见族长大人。见到族长大人，战灵童的姐夫以及在场的所有远古战族之人赶忙半跪于空，施以大礼。都起来，什么时候了，还拘于这些礼节？战却止到底怎么回事？你快点给我说清楚。远古战族的族长问道。族长大人，都怪我无能，都是我无能啊！随后，战灵童的姐夫一脸的委屈与自责，并且随后便将事情的经过向这位族长大人说了一遍。关于战灵童姐姐被抓走的事情，他说的倒也算是合情合理，可是关于战灵童的事情，他说的可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在他的口中，楚风根本就不是救了战灵童一命的恩人，而是一个远古妖族的奸细，是楚风将战灵童给抓走了，还将那个知道战灵灵身在何处的战族之人抓走。正因为不知道战灵灵身在何处，他才没办法及时解救战灵灵。真是混账，想不到远古妖族卑鄙到了这种地步，竟然伪装我战族之人。若是被我抓到那个奸细，
我绝对让他生不如死。果然，在战灵童的姐夫歪曲事实之下，远古战族的族长气得可谓是怒火升腾，那滔天的杀意，几乎所有人都能够感受到。他们知道他们的族长是真的怒了，但却没人注意到，在发现族长真的怒了之后，在战灵童的姐夫的嘴角却掀起了一抹阴谋得逞般的得意之色。父亲。然而就在这时，两道熟悉的声音忽然响起。当那个声音响起之后，在场的所有人都是神色一动。那个声音分明就是战灵童与战灵灵的声音啊！可是他们两个不是都被抓走了吗？而就在下一刻，一声龙吼随之响起，震动的虚空都是一颤。很快的，一条巨大的青龙踏空而来，直接穿透了远古战族的防御阵法，进入了远古战族的领地之中。看到那条青色巨龙，远古战族之人还以为是妖族来袭，下意识的举起了兵刃。可是当看清那巨龙头顶所站立的4人之后，却是神色一致，纷纷愣在了那里。那4人自然是楚风4人，但要说最惊讶的，却莫过于战灵童的姐夫。惊讶归惊讶，那总归是自己的妻子和小舅子，所以此刻的他也是心生喜悦，赶忙向自己的爱妻走去。灵儿，你没事了，真是太好了，我担心死你。然而面对满面关切迎面而来的夫君，战灵灵却是理都不理，直接将其绕过。这一刻，战却只满面呆滞的愣在了原地，不知这是为何。而战灵灵与战灵童则是纷纷来到了他们的父亲远古战族族长的身前。父亲大人，怎么连你也惊动了？战灵灵问道。我听说你与你弟弟都被妖族之人抓走了，我怎能不着急啊？远古战族族长说道。我的确是被妖柳天抓走了，可是我弟弟怎么会被妖族之人抓走呢？战灵灵目露费解之色。不是说那个叫楚风的是远古妖族的奸细将你弟弟抓走了吗？远古战族族长问道。说这话的时候还特意看了一眼青龙头顶的楚风，毕竟在场的其他人他都认识，唯有那楚风是生面孔，所以他一眼就确定那个便是楚风。父亲，你这是听谁胡说的？楚风大哥不仅是我的救命恩人，他还是我姐姐的救命恩人，他怎么可能会是妖族的奸细呢？你看他手里拿着的是什么？战灵童很是激动地说道。毕竟现在的楚风对他来说可是真正的偶像，他自然不允许有人这样污蔑楚风。那是，而听战灵童这样一说，人们才注意到楚风的手中竟然还提着一个头颅，而那个头颅竟然是远古妖族5祖级强者妖柳天的头颅。你杀了妖柳天？远古战族族长目露惊讶之色。父亲，的确是他从妖柳天手中救了我，并且杀了妖柳天，这是我亲眼看见的。还不待楚风开口，战灵灵便抢着说道。人才，想不到我远古战族的百姓之中竟然还有如此人才，为何我之前没有发现呢？远古战族族长面露狂喜之色，毕竟妖柳天是何人物他很清楚，而能够斩杀妖柳天的那更是厉害的人物。眼下战族与妖族开战，战族节节败退，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这种时候他发现了一个可以斩杀妖柳天的人族，他自然狂喜无比。父亲，您可真是想多了，楚风恩公他可不是我远古战族的百姓，人家的出身怕是会让你吓一跳。战灵灵说道。什么样的出身能让我吓上一跳？不妨说上一说。远古战族族长面露笑意，但是那种笑意更像是一种玩笑，毕竟这战族古域就这么大，种族就这么多，再厉害的出身也厉害不过他远古战族啊。楚风恩公他来自百炼凡界。战灵灵说道。百炼凡界这4个字一经说出，莫说是远古战族的族长，就连战却止以及远古战族的其他人也是面容大变，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百炼凡界的意义实在是非同小可。正因非同小可，所以惊讶过后，更多人表现出来的却是不信。恩公，麻烦您展示一下您那特殊的手段，否则怕是我父亲他们还不会相信您是来自百炼凡界的。战灵灵对楚风说道。就在这时，楚风眼中雷芒闪烁，身后覆盖雷霆铠甲，身后延伸出雷霆羽翼，炫耀的泪光极为刺眼，仿佛连这方天空也被楚风照耀得更为明亮了。但最令人心惊的是，此刻楚风的修为，楚风没有隐藏自己的修为，相反，为了展示自己，他将自己的气息毫不保留地散发而出，2品5祖的修为，逆战3品的战力，这就是此刻的楚风，厉害，当真厉害。远古战族族长信了，这样特殊的力量以及这样的逆天战力都不是平民百姓有的，尤其是楚风那雷霆的力量，哪怕是他远古战族也没有的，所以他断定楚风的确不是他战族古域之人。想不到竟有百炼凡界的高手前来相助，这可真是我远古战族的福气啊！远古战族族长甚是欣喜，在他看来，这简直就是天意，是天助他远古战族。可是既然是自己人，为何要打伤却止呢？远古战族族长说话间看向了战灵童的姐夫。按照战却止自己所说，楚风当时要抓走战灵童，他是为了保护战灵童才被楚风抓走的。但是远古战族族长是什么人物？事到如今他已经知道，事实绝非战却止所说那么简单。族长大人，是我误会了，这是一场误会。见状，战却止赶忙开口，想要解释。我没有问你，你不许插嘴。远古战族族长冷声呵斥。这一刻，战却止赶忙闭嘴，但是他的脸色却很不好看，眼中闪烁着担惊受怕之色。毕竟真相说出来的话，他实在太过不堪，他可不希望族长大人知道这些事情。我为何打他？由我来说，怕不可信，不如你问问你族之人吧。楚风说道。楚风此话一出，那战却止反而目露喜色，毕竟远古战族的人可都是他自己人，他相信没有一个族人会为了楚风这样一个外人来针对他。也许真相就要这样被掩埋了。而果不其然，就如战却止所料一样，远古战族之人没人愿意得罪他，也没人敢得罪他，所以此刻远古战族的人都将头低了下来，
没人主动讲述当时的真实情况。见此一幕，战雀只面露得意之色，甚至还向楚风投去了他挑衅的目光，那种目光就仿佛在说：你来自百炼凡界又如何？这里可是我的地盘，想和我斗，你还是连资格都不够。父亲，当时的情况我清楚，由我来说吧。可就在这时，战灵童站了出来。见此一幕，战雀指的脸色顿时大变，先前的得意不仅瞬间消失，此刻他的脸色简直比吃了狗屎还要难看。他万万没想到，这个时候出卖他的竟然会是他妻子的亲弟弟，自己的亲小舅子。好，你说。远古战族族长点了点头。首先，我和楚风大哥回来的路上救了不少我族百姓，本想带入族内将他们暂时安顿，但我姐夫一再反对，甚至因此想对我楚风大哥出手。幸亏我一再阻拦，否则以我楚风大哥的实力，若是动起手来，那可想而知了。战灵童说道。灵童，在你胡说什么呢？听到这里，战雀直早已气得脸色煞白。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小舅子竟然真的在这种关键时刻胳膊肘向外拐，真的替那个楚风说话。他开口其实是想让自己的小舅子适可而止，不要再继续说下去了。姐夫，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然而战灵童却丝毫没有停止的意思。灵童，你战雀只气得有种想要吐血的感觉，你闭嘴！而就在这时，远古战族族长再度怒喝一声。这一刻，哪怕战雀指也不甘心，却也不得不再度把闭上嘴，因为他能感觉到族长大人是真的怒了，只是他实在想不通自己的小舅子为何要帮那个楚风。可是战雀指虽慌，但却也并没有慌到极点。在他看来，战灵童就算在帮着楚风，可也只是一家之言，只要在场的其他人不作证，那他依然可以狡辩抵赖。而对于其他人，他是很有信心的，毕竟剩下的族人不敢与他为敌，而他与妻子向来恩爱，他的妻子自然也不会帮着外人。后面的事情，姐夫就更过分了。得知姐姐被抓，姐夫并没有立刻去救姐姐，而是想着去族内请您出面。可是此处距离我族本部的距离着实很远，我们都怕时间来不及救我姐姐。这个时候，我楚风大哥便说他要去救我姐姐，可是我姐夫不但没有表示赞同，还说我楚风大哥是奸细，竟直接对我楚风大哥出手。我楚风大哥被逼无奈才将其打伤的，但我楚风大哥真的手下留情了，否则以我楚风大哥的实力，连妖柳天都能斩杀，我姐夫又岂能只是皮外伤？战灵童解释道。与此同时，看向自己姐夫的目光中还充满了鄙视之色，可能是出于对自己姐夫的了解，他已经猜到他姐夫之前扭曲了事实，所以此刻才要替楚风证明。听到这里，远古战族族长的脸色已经很不好看了。战雀指可是他的女婿，平日里他对战雀指也很青睐，但是没想到关键时刻战雀指如此懦弱，他此刻对战雀指已经很是失望。战雀指察言观色，已经发现情况不对，于是硬着头皮再度开口道：灵童，就算我不让你带着月儿进入族中，你也不必如此诋毁于我吧。灵儿可是我的娘子，得知她被抓，我比任何人都心急，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呢？狡辩之后，战雀指又很是委屈的看向族长和自己的妻子，说道：族长大人，您不要相信灵童所言，灵儿你更是不要信啊。父亲姐姐，我所说句句属实，若是不信，你们可以问他。战灵童指着那位先前负伤逃回后又带着楚风去解救战灵灵的战族之人，眼见着战灵童要找证人，战雀指赶忙一边使用眼色，一边暗中传音，各种威胁，不让那位战族之人道出实情。这种情况下，那位战族之人也是面露为难之色，毕竟战雀指身份非同小可，在远古战族之中，如他这种地位的人都不敢得罪战雀指，到底怎么回事？你快说！远古战族族长对那位战族之人催促道。那位战族之人纠结一番后，竟跪在半空，这才说道：族长大人，林大人，这件事关系重大，小人本不敢妄言，可事实的确如灵童少爷所言，你竟然连你也敢诬陷于我，你到底收了那个楚风什么好处？见状，战雀指勃然大怒，竟拔出半成祖兵，想要对那位战族之人出手。战雀指，你这个畜生！这一刻，远古战族族长勃然大怒，将那无比愤怒的目光投向了战雀指。不仅是族长，战灵灵也同样将那愤怒无比的目光投了过去。这一刻，战雀指愣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忽然间，一声脆响传来，远古战族族长竟隔着虚空，一个耳光落在了战雀指的脸上。只听一声惨叫传来，那战雀指便如同断线的风筝一般在空中旋转，他竟然被扇出数万米之远。但是很快的，他又快速飞掠而来，跪在了半空之上。此刻的他的脸上满是鲜血，半个脸颊都被打变形了，并且气息也很虚弱，不仅是受了外伤，还受了内伤。可见远古战族族长虽然手下留情，可出手也不轻。但是战雀指他却不敢有丝毫不爽，而是声泪俱下的哭诉道：族长大人，我当时的确不对，可是我考虑的也并不错呀。我们的实力您清楚，都不是妖柳天的对手，就算去救灵儿，也是白白送死。送死不说，还会耽误解救灵儿的时机。当时的确是去找您最为合理。至于我说那楚风是妖族奸细，完全是个叛徒。您想，他一个生面孔，要带走唯一知道灵儿所在位置的人，妄言去救灵儿，我难免心生猜疑。族长大人，我虽有错，但其实我也并无错呀。战雀指的这番话说出来后，战灵灵神色动容，眼中的怒气顿时减少许多。毕竟战雀指的这番话的确有他的道理。然而远古战族的族长却是怒色不改，指着战雀指说道：我怪你，不是因为你没有第一时间去救灵儿，而是你颠倒是非，扭曲事实，污蔑他人。这一点就说明你人品败坏。从今日起，去除你所有职务，给我好好思过，并且立刻给我向楚风道歉。你给我记住，今日若不是他，你的妻子
很可能已经遭遇不幸。远古战族族长很是愤怒地说道：“灵儿，我战雀指看向战玲玲，想让自己的妻子为自己求求情，看我做什么？难道你不该向楚风道歉吗？”战玲玲也是面带怒意地说道。战雀指面容死灰，没想到平日里向来与自己感情极好，哪怕自己犯些错误，也会为自己开脱的妻子，今日居然也开始帮着外人。尽管心中很是不甘心，可是战雀指却也不敢违背族长的意思，只好口是心非地向楚风道歉。而在楚风的劝说下，远古战族的族战也答应将月儿等平民纷纷收入他远古战族这最后的领地，并且为了迎接楚风，也为了感谢楚风救了自己的儿女，远古战族族长也是准备盛宴。但是因为这是战期，远古战族节节败退，本就士气低迷，所以远古战族族长倒也没有太过铺张，除了丰盛的酒菜外，并未准备歌舞，只是将远古战族所有当家长老全部请了过来。宴会上，远古战族的这些当家级人物都不停地打量楚风，就如同根本不是人类一般。毕竟楚风可是来自百炼凡界，对于他们来说，百炼凡界那个是一个很不简单的地方，更何况他们已经听说了楚风斩杀妖柳天的事情，再加上楚风如此年轻，他们更加是对楚风刮目相看，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哪怕是活了万年的老者，与楚风交谈之时，也是毕恭毕敬。楚风，你不仅救了我的儿子，还救了我的女儿，这个恩惠我不知道该如何回报。这样，你有什么想要的，只要是我远古战族能够给的，我都答应你。远古战族族长对楚风说道。族长大人，此话当真？楚风问道。只要有的，我都答应。远古战族族长爽快地说道。是啊，楚风少侠，你有什么想要的，尽管开口便是。与此同时，远古战族的长老以及战灵童的哥哥姐姐们也都是纷纷开口。对于他们来说，战灵童与战灵灵可是远古战族血脉最纯正的传承者，楚风救了他们，对于远古战族来说，的确是大恩大德。既然如此，那我便开口了。楚风为表正事，站起身来，扫视众人后说道：我楚风一直以来非常崇拜战海川前辈，所以今日能有幸来到远古战族，我有一个不情之请，我想去战海川前辈修炼的地方看一看，若是可以，我希望可以在那里修炼一段日子。楚风借此机会说出了自己最想要的，那自然便是要去战海川悟道之地去修炼。然而楚风此话说完后，不仅没有回话，楚风还知道在场的每一个远古战族之人都面露为难之色。实不相瞒，我们乃是远古战族的分支，我们对于远古战族的过去了解不多，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最先来到此处并且传授给我们修炼之法的那位大人，便是我们的先祖。先祖实力强大，不仅建立了这战族古域，还用他最后的精力打造了一处悟道之地。打造完悟道之地后，先祖大人便因精力耗尽而过世了，所以那个悟道之地对于我远古战族来说非常的重要。而战海川大人当年所修炼的地方便是那悟道之地，正因那是我族之人专用之地，不可给外人使用，所以非常抱歉的说，怕是不能满足楚风少侠这个心愿了。沉默许久，远古战族族长这才开口说这番话的时候，他的脸上挂着很是抱歉的神情。这也不怪他，毕竟先前他已经说了那样的大话，现在楚风提出需求，他又做不到，自然感觉难为情。父亲，先祖大人打造那悟道之地，的确是耗费了无数心血，甚至减少自己的寿命。可是先祖大人并未说过，那悟道之地只能我远古战族之人用，那悟道之的只能我族之人使用，不过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并非先祖大人所意。所以我觉得楚风去那悟道之的修炼并无不可。战玲玲说道。听得此话，远古战族族长面露怒容，刚想要斥责自己的女儿。族长大人，楚风少侠对我远古战族有恩，您先前也说了，只要我远古战族能给他的，他提出来都会满足他。而那悟道之的，显然我们是可以让他进去的。现在若是不满足他，我们岂不是自食其言？然而就在这时，一位年龄较大的长老起身相劝：前辈，您听得这位长老开口，远古战族族长顿时神情一动，目露惊讶之色。其实他很想答应楚风，只是远古战族有远古战族的规矩，楚风又救了他的儿女，他不想被人落下话柄，才拒绝楚风的。先前想要斥责自己的女儿也是这个道理，但是他想不到远古战族的长老竟然也同意让楚风去悟道之地修炼，并且这位开口的长老可不是寻常的长老，他可是远古战族德高望重的存在，比他父亲辈分还大，在族内说话很有分量。而如这位长老这般辈分很高很有分量的还有3位。眼下远古战族族长不由得将目光投向了那3位，想看看那3位的意思。悟道之地乃先祖所留下的宝贵财富，可财富终归是财富，不如人命重要。然而楚风少侠今日可是救了玲玲和灵童性命的，这孰大孰小，想必族长跟大人也分得清。是啊，楚风少侠也是因为敬仰我族的战海川大人才想去那里修炼，我觉得这件事必须满足他才行，否则岂不是显得我远古战族太小家子气？我赞同他们所言，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咱们不要墨守成规。随后剩下的德高望重的3位长老也是纷纷表态。这一刻，远古战族族长的内心真是又惊又喜。这4位长老平日里都是很难缠的角色，是那种骨灰级的老古董，思想很是固执。按理来说，依照他们的性格，今日本该极力反对才是。正因如此，他才开口拒绝了楚风，因为他知道他若是答应，那4位长老肯定会反对。但是没想到他们今日居然一反常态，不仅没有反对，反而纷纷劝他。而眼下连这4位都答应了，族内的其他人自然不会再有异议，顺理成章的他也不会再拒绝。但是他也并未立刻宣布，而是扫向在场的其他人道：诸位，你们怎么看？我们赞同长老大人所言，族长大人让楚风少侠去吧。
就如同远古战族族长所料，剩下的人也没有一个投反对票的。既然大家都这么想，那今日我远古战族便为楚风少侠破个例，满足楚风少侠这个心愿。远古战族族长开口说道：“多谢诸位。”楚风向众人抱了抱拳。此刻他表面虽然平静，可是内心早已是激动无比。眼下他并不缺少修炼资源，相反，那丹田内的天地能量一直想要突破修为，而他需要的就是对修武一途的领悟，需要的便是突破的契机。换句话说，楚风现在所需要的就是远古战族的这种悟道之地。族战大人，不好了！然而就在这时，远古战族内一位身穿黑袍的长老却急匆匆地跑了过来，在他的身后还跟着2个人，同样身穿黑袍，而他们的修为也都不弱，竟然都是无祖境。发生何事？见到这3位，在场的所有人都是紧张地站起身来，因为眼下跑来的这3位可不是寻常的长老，他们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平日里他们根本不会现身，但只要他们现身，那绝对是有大事发生。更何况此刻的他们竟还如此慌张。族长大人，远古战舰开始异动了。那位长老说道。异动。听得此话，在场的远古战族众人皆是目光大变，各种复杂的神色涌现而出。他们身为远古战族之人，非常清楚远古战舰那是此处先祖留下的3大秘技最强的一种。这么多年来，远古战舰一直是沉寂状态，哪怕是自此处先祖死后，最强的战海川，虽然他征服了第2强的秘技远古战枪，可是却连远古战舰都无法唤醒。今日远古战舰居然有了异动，这叫他们怎能不惊？走！远古战族族长身形飘动，便想要去一探究竟。然而就在此时，一声刺耳的声音响起，晴朗的天空开始变得昏暗，这加持过结界的大地也在开始剧烈抖动，虚空中的每一寸都受到了影响。不管修为如何，不管是天是地，竟然都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稳，都在随着虚空左摇右晃。很快的，自那声音传来的方向散发出耀眼的金色光芒，仔细观看，一把大剑正破空而来。此剑长达1000米，剑体为金色，横空而过，一路走来，遮天蔽日。那是看到此剑，远古战族众人皆是目瞪口呆，连冷汗都流了下来。他们一眼就认了出来，那乃是他远古战族最强秘技远古战剑。枪朗朗，远古战剑携带无与伦比之威势，急速靠近，最终在众人的上方停了下来，如神灵一般俯视众生。金色的战剑横于虚空之上，遮天蔽日，如同神帝一般俯视众生，散发着舍我其谁的威严，无敌于天下的气息。这便是远古战剑。远古战剑的先祖所创造的秘技，好强的气息，秘技果然有强弱之分。感受到远古战剑的气息后，楚风的内心也是掀起了波澜。虽然当初无论是第一次看见4项秘技，还是第一次看到5行秘技的时候，楚风也都感受到了他们的强大。但是如果楚风以现在的修为，再度面对当初的4项秘技，或者是5行秘技，都是可以轻易征服的。毕竟现在的楚风已是半祖巅峰，若是站在5之圣土，那绝对是只手遮天，无人可敌的存在。可是就是如今的楚风，站在这远古战舰的下方，却丝毫感受不到自己的强大。他能感受到的唯有自己的弱小与卑微。若非要形容此刻横头顶之上的远古战舰是一座山，那么此刻的楚风就是一只蚂蚁，二者的实力差距简直就是天差地别，不可相提并论。这远古战舰所具备的力量太强，莫说在这战族古域之内，就算进入百炼凡界，也是无人可敌。我等远古战族后人拜见战舰大人。就在此刻，以远古战族族长以及那4位长老为首的大人物们纷纷跪在地上，紧随其后，远古战族在场的所有人也是纷纷跪在地上。有人闻风而来，看到这个情形，也全部跪在地上。此刻的远古战族之人根本没有把远古战舰当成一个秘籍，更像是把远古战舰当成了先祖，当成了一种信仰。没有人敢对远古战舰有一丝不敬，相反，在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了敬意，同时也有喜悦。一群废物，丢尽远古战族之人。此刻，一声充满了威严的声音自那远古战舰之中传来，那声音充满了震撼力，不仅震战了虚空，更是能够震战人的心神，震战人的灵魂。而听着这个声音，许多远古战族之人都是眉头紧皱，面露惧怕之色，一个个的低下了头，不敢再度抬起。战舰大人，我等的确无能，竟被妖族连续击退，如今领地尽失，就连这最后的领土也是岌岌可危。但我远古战族有战舰大人您在，妖族注定灭亡。远古战族族长以为远古战舰的斥责是因为与妖族的战争，所以赶忙开口，不仅被妖族那群废物给打成这个样子，居然还指望着让我出手，真是一群酒囊饭袋。你们不配做远古战族的后人，你们存在于世只会让远古战族蒙羞。今日我就替远古战族除了你们这群废物，以免你们日后离开此处丢光远古战族的人。此话一落，顿时杀意弥漫，笼罩在了这远古战族的每一寸领的。莫说是此刻远古战舰下方的人，几乎远古战族领域内的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了这股恐怖的杀意。这个秘籍竟然要灭了远古战族，这不是施主吗？这不是造反吗？真是有点意思。此刻就连女王大人也是露出惊讶之色，但是她更像是看热闹一样，一脸的兴致勃勃。在女王大人看来，秘技只是秘技，不管她拥有多么强大的力量，也终究是被人使用的工具。而眼下远古战舰居然要灭掉远古战族这些人，在女王大人看来，此等行为与施主造反没有区别。族长大人，此刻远古战族众人都慌了，一个个都将目光投向了他们的族长大人。本来他们以为远古战舰苏醒会帮他们收拾掉远古妖族，没想到竟要杀了他们，这简直与他们所想的完全相反。
慌乱之下不知所措，只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于他们的族长。战舰大人，您这么多年来都无动静，今日出山就是为了灭掉我们的吗？可我们若亡，这战族古域就成了妖族的天下，您不是将妖族成全了吗？远古战族族长问道。他的声音之中并没有一丝怒火，相反，有的只是不解与不甘，并且还有着绝对的谦卑。你们与妖族之争，我无心去管，可那悟道之地乃是炸奥血所留给你们的，你们现在居然为了拍人马屁，要给外人去用，你们还有尊严吗？远古战舰说道。这一刻，众人恍然大悟，原来远古战舰出动，甚至要屠灭远古战族，并非远古战族无能，而是因为远古战族的人想要将悟道之地给楚风修炼，所以他才要灭了这些家伙。对于此事，远古战族众人无言以对，毕竟这是事实。此事的确是我不对，但是先祖大人并未明确说过悟道之地不可给予外人使用，更何况楚风少侠对我们有恩，我们想要报答他才这样做的，还望战舰大人网开一面，给我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毕竟我们就算再无能，也还是远古战族的后人啊。远古战族族长话语诚恳，态度谦卑，说完之后更是磕头祈求，居然还敢狡辩，你们死有余辜。然而远古战舰根本就听不进去这些话，此刻他所散发的杀意更浓，仿佛下一刻远古战族的所有人就都要死去一般。战舰大人，我等知错了，战舰大人手下留情啊。这一刻，远古战族之人，无论是族长还是长老，几乎都开始纷纷求饶，他们都不想死。面对眼前这必死的局面，他们在做着最后的挣扎。忽然间，一股强大的威压笼罩下，覆盖在了所有远古战族之人的身上，他们如同死狗一般，跟狠狠地压在地上，莫说动弹。此刻的他们连话都说不出来，许多人开始流下了不甘与悲伤的泪水，一眼望去甚是悲惨。而楚风却丝毫感受不到那股威压，原来那威压只是对远古战族之人使用了。这远古战舰只想杀远古战族之人，并未想要对楚风出手，无能之辈，死不足惜。那远古战舰再度开口，这一次他的声音之中都掺杂着令人绝望的杀意，他是要准备动手了，要屠杀掉这战族古域内的所有远古战族之人。等一等！可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却是忽然响起，如同惊雷一般，在这令人绝望的氛围之中炸响。是楚风，是楚风开口说了这句话。楚风一开口，那远古战舰内顿时发出一声不悦的轻哼之音。与此同时，楚风能够感觉到，仿佛有两道无形的目光落在了他的身上。那目光虽是无形，却散发着冷冽无比之意。楚风如同身处严寒之地，身上的汗毛都是瞬间竖立起来。可是哪怕如此，楚风却也是不卑不亢，抬头望向远古战舰，很是从容地说道：“前辈，既然此事因我而起，这个责任就当由我承担。你根本无需杀掉远古战族的这些前辈们，若真要杀，其实你应该杀掉我。”楚风，你疯了！此事与你无关，你何必因此丧命？见楚风竟然要替远古战族这些人去死，原本盘坐于界灵空间的女王大人急得顿时站了起来，赶忙开口劝阻。而听得此话，远古战族众人也都是神色一变，虽然他们无法抬头看不到此刻楚风的表情，但却听到了楚风的话，他们真真切切地听到了楚风要替他们去死。你要替他们去死吗？远古战舰开口问道。楚风，你赶紧收回刚才的话，你与他们非亲非故，怎么可以替他们去死？还不待楚风回答，女王大人便再度开口劝阻。然而楚风却根本不理会女王大人而是再度对远古战舰说道：“此事因我而起，不关他们的事，我愿意替他们受死。只不过我体内还有一只界灵，此事与他也是无关。前辈您实力滔天，想必应有手段，只杀我不杀他，所以恳请前辈只杀我，放过他，自然可以。我可以斩断你们的联系，将你杀死，让他回到属于他的世界。”远古战舰说道。既然如此，那就请前辈动手吧。楚风从容地说道。你真的不怕死？远古战舰问道。此刻他对楚风说话的语气已是有了明显的变化，不再像先前那般高高在上，此刻他反而对楚风充满了好奇。怕死？试问世人谁不怕死？可就算我怕死，也不能让这些因我而死。男子汉大丈夫，有些责任就应当担起，否则枉为男儿。楚风说道。很好，我欣赏你的魄力，比起这些废物，你要强得多，所以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再好好考虑一番。远古战舰说道。此刻楚风刚要说话，可是一道充满怒意与关心复杂声音却在楚风的耳边响起。楚风，你赶紧闭嘴，你本可以不死，为何要为他们去死呢？你想想你的父亲，想想你的母亲，就这样死在这里，你难道不觉得很可惜吗？你对得起你那被困在下界的父亲吗？你对得起为了你不惜闯入修罗灵界，也要将我们封印在你体内的母亲吗？是女王大人。此刻的女王大人嘶吼着，咆哮着，美丽的脸蛋上挂满了愤怒之色。她很少这样，但今日她之所以这样，其实就是因为一点，她不想楚风白白去死。在她看来，这简直就是太不值得了。对不起，我今日若是就这样死去了，自然对不起我的父母。可是我做不到看着这些人因我而死。况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女王大人，我觉得这可能是一场戏。楚风说道。戏？什么戏？女王大人问道。远古战舰故意演给我看的戏。楚风说道。你是说远古战舰并不是真的要杀远古战族之人，而是在试探你，看你会不会挺身而出？女王大人何其聪明，很快明白了楚风的意思。是的，楚风说道。这么一想，还真是有这种可能。女王大人先前只顾着看热闹，女王大人并没有想那么多。而听过楚风的话后，现在她仔细回味，却发现楚风说的很有道理。
远古战舰这一出，的确是有破绽可循的，搞不好真的是一场戏。而这难道是一场戏，那可就是一件好事，因为这场戏很可能是对楚风的一个考验。简而言之，他已经看中了楚风，只是现在这远古战舰要试探一下楚风的人品。若这真的是一场戏，那你若不挺身而出，又会如何？女王大人问道。我若不挺身而出，怕是远古战族之人一个都不会死，最终死的会是我。楚风说道。还真是，可倘若这并非一场戏呢？那你岂不是白白的送死了？女王大人仍然担心。我觉得，就算他真的要杀远古战族之人，那我也必然要死。楚风说道。为何？女王大人问道。他若真的要杀光此处的远古战族之人，那就说明他对远古战族有着很深的感情，所以才会如此。而他杀光远古战族之人后，我若活下来，此处的一切就归我所有。试问他会允许我一个外人继承远古战族的一切吗？楚风说道。还真是，我怎么就没想到？女王大人恍然大悟，他才意识到楚风说的非常在理。我的蛋蛋只顾着担心我的安危，自然忽略了这些，不然以你的聪明，定然可以想到。都说爱情会让人变得愚蠢，现在我是真的发现了。楚风不怀好意的说道。的确是我忽略了等一等爱情是什么鬼。我靠，你这个臭楚风，居然趁机占本女王便宜，你信不信本女王咬死你？女王大人气得嘟着小嘴，在界灵空间内挥动起了小拳头，那叫一个可爱。楚风，你可有考虑好？就在此时，那远古战舰催促的声音响起。我早就想好了，这个责任由我来担。楚风说道。好，既然如此，那我便成全于你。远古战舰此话一出，那股笼罩了远古战族众人的威压与杀意瞬间消失。远古战族众人此刻终于恢复了自由之身，得意站起身来，抬头观望。楚风少侠，你……当他们恢复自由之后，脸上却都挂满了担心之色，因为他们惊愕地发现，先前从他们身上收回的威压与杀意，此刻全部集中在了楚风的身上。此刻的楚风竟然面对着先前笼罩于他们众人身上的所有力量，这样的力量狂暴不已，吹得楚风狂发乱舞，衣衫乱动。然而哪怕如此，楚风却也是神色不改，同样的也没有像先前远古战族众人那般狼狈地趴在地上。虽然远古战舰欲杀楚风，可还是给予了楚风最后的尊严。父亲大人，此事与楚风无关，不能让他替我远古战族去死啊！是啊，父亲，您快想想办法。眼见着楚风就要死去，战玲玲与战灵童两姐妹纷纷向其父亲开口。至于远古战族族长，此刻脸上也是挂满了复杂的神情，可是他却欲言又止，最终也没有说出半句话。然而就在下一刻，远古战舰忽然动了，它化作一道耀眼的金芒，射向了楚风。这一刻，所有人都觉得楚风死了，毕竟那股威势是那样的恐怖。可是当那金光真的将楚风笼罩之后，他们却惊愕地发现，楚风并没有死，他们还是能够感受到楚风的气息。怎么回事？远古战族的众人一个个目露不解之色。还未杀你，是成功了。女王大人惊喜不已，怕是还未成功，这杀意还笼罩着我。相比于女王大人，楚风却较为平静，仿佛已然看破生死。事实上并未他看破生死，而是他非常清楚此刻的生死并非由他决定，并且他对自己的猜测还有着一定的信心，哪怕结局未定，可他也觉得自己应该可以活下来。就在此时，那金芒开始收缩，竟然笼罩于楚风全身，就如同一层金甲一般，将楚风覆盖。眼下的楚风竟然散发着比太阳还要夺目的光芒，那是远古战族惊奇的目光越发的不解。楚风，我就是喜欢你这种有情有义之辈。今日我给你一个机会，我布一阵，阵中藏有99999把剑，其中有一把生剑，还有一把死剑。死剑会一直追杀于你，速度逐渐加快，只要追上你，你便必死无疑。所以你必须在死剑追上你之前抓住那把生剑。远古战舰说道。我去他妈的吧！从99999把剑里找出一把生剑，这生还的机会也未免太小了吧！女王大人气得怒火中烧，而远古战族之人也是纷纷摇头。虽然远古战舰的确给了楚风一个生还的机会，但是他们都觉得这个生还的希望实在是太渺小了。然而当远古战舰的下一句话响起之后，所有人都是心神大振。若是能够抓住生剑，我将为你所用。远古战舰说道。什么？听得此话，远古战族的众人神色大变。远古战舰，这可是他远古战舰最强的秘籍啊！这么多年来都没人能够将它唤醒，而现在楚风居然得到了这样的机会。这一刻，远古战舰的很多人看向楚风的目光之中，居然没有了同情，有点只是羡慕与嫉妒。虽然这个考验非常的恐怖，可是想一想，只要成功，不仅能够活下来，还能够得到远古战舰如此强大的秘籍，他们便觉得这样的考验简直求之不得。如果换作是他们，也许也会冒险一试。楚风，你可有准备好？远古战舰再度问道。前辈，来吧！楚风说道。下一刻，楚风便感觉眼前的一切急速变化，自己的身子也是继续下沉，似是陷入一座无底洞一般。而当一切变得正常之后，楚风才发现他已经身处一个浩瀚的空间之内。这片空间，他的头顶和四周昏暗一片，不过他的脚下却是金芒闪闪，那里竖立着一把把金色大剑，个个长达3米有余，密密麻麻的摆列在下方，数量太多，竟然汇集成了一片剑海。这下可有难度了。楚风目露为难之色，他惊愕地发现那些金色大剑的样子与远古战舰一模一样，也就是说，总共99999把剑是长成一个样子的。最重要的是，在这个环境内，楚风的天眼无效，就连精神力和各种感应手段也都使用不了，他所能使用的唯有最原始的观察力。可是这让他怎么从这么多剑中寻找出一把所谓的生剑？就在此刻，楚风的身后传来一声刺耳的声响，
回头一看，一把金色大剑已是在楚风的身后出现，正以极快的速度向楚风追赶而来。那也是一把远古战剑，只不过这把远古战剑散发着绝对的杀意以及抹杀楚风的力量，毋庸置疑，只要被他刺中，楚风必然是要爆体而亡。这一刻，楚风哪里还敢怠慢，奔跑的同时便使出雷霆铠甲以及雷霆羽翼等手段。当修为提升到最强之后，更是使用出了青龙极星术这样的手段，甚至楚风还亮出了岩浆帝君剑，借用半程祖兵的力量来提升自己的速度。可是哪怕如此，楚风也是惊愕的发现，身后的那把死剑还在急速的靠近，二者实力差距太大了，楚风根本就摆不脱那把剑。这不是扯淡吗？这死剑这么快，你怎么可能摆脱得掉？你根本就没打算给你寻找升剑的机会，你马上就会被那把死剑斩杀，这根本就是一个骗局，他简直就是在耍你。女王大人又急又气，在界灵空间内来回走动，坐立不安，甚至在那双充斥着愤怒的眼眸之中，竟然闪烁起了晶莹的亮光。在他看来，那把死剑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莫说是在这99999把剑之中寻找一把升剑，就算是只在900把剑之中寻找一把升剑也是做不到，因为时间根本就来不及。楚风，怎么办？你不能就这样死啊！对，邪神剑，你快用邪神剑，使用邪神剑，你还有一线生机。女王大人大声喊着。邪神剑。此刻，楚风心神一动，的确，这种情况下，只是靠他自己的力量，几乎没有机会。但是邪神剑所蕴含的力量，同样是难以估量的。使用邪神剑，也许真的还有机会。不行，可是最终，楚风还是摇了摇头道：“既然这是考验，我便要靠我自己。若是使用了邪神剑，就算成功了，那也失去了意义。你傻了吗？都什么时候了，还想这种事情？不要犹豫了，快使用邪神剑。虽然邪神剑很危险，可是只要能够活下去，你就还有机会。”女王大人劝道：“不，这一次我一定要靠自己。”然而，楚风却是坚定无比，并且在此话说出的同时，楚风竟然散去了脚下的青龙极星术，脚步也是凭空而至，他竟停止了前行，站在了原地。